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下很多粉丝朋友比较关心的最近爆发的巴以冲突，比特币有可能短线或者是长线会怎么波动。比如等一下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美股在历史上有战争，它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们要怎么去掌握。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张图表，历史上比特币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大战争后面波动的经验啊，因为自09年比特币诞生到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当时疫情恐慌的低点，我们也可以把疫情当作一个战争。一些股市的老粉丝应该知道，记得20年的时候是有跟朋友们讲过，我们可以把疫情当作一个战争，因为历史上但凡有战争，后面股市的波动基本上都是往上涨的，所以从这个比特币里面来观察，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疫情的低点就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因为是全世界性的，所以我们从中找出一个经验。如果是全世界性的，特别是美国也有参与进来的一个战争，它会在短线里面造成非常恐慌下杀的低点，特别是可能几年才会遇到这么恐慌下跌的低点，而且有一些事件，特别是战争这种事件在支撑的情况下，大长线我个人观点，像这种低点位置有买入的话，一定要抱成长线，因为只要有战争，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战争需要印钱去开支战争的花销。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在2022年的2月份，当时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传闻，就是俄罗斯可能会进攻乌克兰，然后等了有1个月2个月左右，最终是在2022年的2月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但是战争已经打了快1年多了，到现在都没有扩大成为全球性的一个战争，或者是我们观察周线的图表，也是这种形态，或者是这种心态。散户看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在这种低点杀出的低点，它后面也是会有一个波段的上涨。但是整个中长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在这个高点的位置有几个低点走出的一个高档的倾斜头肩顶的形态，在这个位置跌破，它后面是一直在反这一条颈线的压力，就是短线里面它有战争，有可能恐慌的低点杀完它也是会涨，但是整个中长线空间还是在相对比较高的，而且有头肩顶的形态，它后面是往下跌。包括在高点的位置一直有预期美国有可能会加息，特别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有预期美国要加息，所以后面比特币整个价格跌下来，现在我的观点是已经不同了，它整个趋势是上升的趋势，有可能目前还是在震荡的区间。那这个位置既然爆发了巴以冲突，比特币有可能会怎么走？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地图的面积没有像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面积那么大，而且虽然是美国一直在支持以色列，但是我的观点是美国是没有直接介入啊。如果是有哪一些大国介入的情况下，或者是战争扩大为全面宗教性的战争，比如说西方世界跟中东这一些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全面的战争，就类似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那有可能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短线会不会有一个更加恐慌的杀盘，或者是真的再压回到 25K 附近，然后整个中长线我的观点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战争只要爆发肯定会有物资的开销，会需要继续印钱，美元如果继续印的情况下，对比特币整个长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图的演变啊。自二战结束之后，因为当时犹太人在欧洲那边被希特勒给迫害，所以很多犹太人在二战结束之后就一直移民，然后逃到这个巴勒斯坦。白色的区域就是以色列啊。1946年的时候，白色的区域国土的面积还是非常的小，后面到1947年或者是到1967年到201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整个土地上面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国土。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啊，为什么会爆发战争？其实也就是西方跟中东世界，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教，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就诞生在这个耶路撒冷，它是属于圣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打了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国家跟
中东世界的那些国家爆发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要联想一下，如果巴勒斯坦真的能把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大部分占领的情况下，西方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也是一直在提不顾一切代价会支持这个以色列，支持犹太人。如果局面真的像这种来演化，那我的观点我们要去留意，或者是乌克兰那边的战争有没有可能爆发出全面的世界大战，那我们要留意有没有可能像这种，有没有可能短线会不会再压回。但是我的观点，长线方向一定要给我往上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美国在历史上有经历过的几次战争。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是在1914年的7月份，因为当时整个华尔街股市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然后记得书籍上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股市关了有4到5个月，但是股市关了4到5个月，或者是二级市场关闭的情况下，不代表一级市场或者是场外的交易就不能交易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些反应，就是场外交易看到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人肯愿意去买股票，所以很多公司股票交易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低。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战争以后，有发现战争它需要印钱去开销战争花费的物质，虽然是美国没有直接参与后面就是有很多聪明的资金发现，在战争爆发的期间，场外交易的一些股票，很多公司的业绩开始往上提高。为什么？因为战争需要开销，开销要买这些物资，那物资的订单，很多企业它就会发展，业绩就往上膨胀。所以后面股市停了4到5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是从54点涨到接近100点的高位，直接整个股市就翻了1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战争爆发的时间节点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国入侵波兰的时间是在1939年的9月份，不过美国也是没有直接参与。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941年的12月份，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道指的价格当时也是在空间相对比较低档的位置，不过散户也是有这种心态，看到美国直接卷入战争，然后在这个位置月线是跌了1、2、3、4、5个月。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中长线有受到影响吗？没有。所以短线如果真的有这种大跌，一定要大买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道指在1950年6月份，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间节点，也是会出现短线的大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长线，就是利好所有的金融市场，利好风险资产。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表，很多人可能会在这边喷我，好好的太平盛世不过，要去过什么战争，这个也不好讲因为对战争我也是有一点痴迷如果真的有爆发战争，很久也没有拿枪了。不过我们还是来讲比特币还有一个重点，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我想跟大家讲，美联储肯定会像20年的这个位置，当时的案例，马上把利率直接给我降到0。所以真的有大规模全世界的战争，它要继续印钱，难道还维持5到6的一个利率吗？我的观点，有可能利率会直接磨到0。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因为上一次有跟朋友们分享到，比特币正常的牛市可能目前非常的健康因为去年 20K 这个位置破 20K 开始，它几个低点连起来的支撑位，包括这一次 25K 的支撑位，目前价格是一直维持在这个通道里面，而且前面的这个 25K 的高点跟上一次这个 30K 或者 32K 的高点，这边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通道在这边，没有看到 35K 的比特币，希望朋友们不要做空。那如果这个位置真的有全世界性的战争，我们去留意它有没有可能会破这条线，但是我个人观点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小巴以冲突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崩盘，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不排除是不是主力还是在震荡，目的为了挑战 28.8K 的压力。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